那下一首歌又是一个跟饮料有关的，椰子口味式酿酒，完全不会念什么 Coco。对 ，OK， 然后它的灵感也是来自传统的圣诞跟新年歌曲，特别是来自农村基层地区的山区农民音乐，然后也是用刚刚的那些乐器，然后它旋律走向会联想到这首歌它的贝斯。副歌的和弦跟节奏部分都有那首歌的神韵，但它不是直接采样。然后这首歌的主题，它探讨派对、饮酒跟失恋，特别提到这个波多黎各特产的酒，用这个当主题做的歌。Otra Navidad en la que te pedí, otra Navidad que no está aquí. Feliz año nuevo, pero no tan feliz. Te dieron un beso a las 12 y no fui yo quien te lo di. Ni una llamada, ni un solo mensaje. Los brothers me la montan, dicen que estoy en un viaje. Son las 12:04 y ya estoy bien loco, llorando y bebiendo pitorro de coco que me trajo abuelo pa' que vacilara, no pa' que por un cuero a las 12 llorara. Ay, ay, te pedí pa' los reyes y pa' Santa Claus. Los reyes picharon y Santa nunca llegó. Si tú no estás aquí fue que así quiso Dios. Siempre supe el doble 6 y doble 5 me trancaste luego. Tú y yo somos iguales, nos veremos luego. Ojalá no conozco otra como tú. Y me dolió que ni una llamada, ni un solo mensaje. Los brothers me lo montan, dicen que estoy en un viaje. Son las 12:04 y ya estoy bien loco, llorando y bebiendo pitorro de coco que me trajo. Ten cuidado, Alberto, ten cuidado. 看，人工黄标。这首就很像传统歌曲，它连歌词上面都很像，就是因为它没有提到太现代化的东西，唯一一个创新的东西就是它的人声上面加奥特。但是我个人的推测啦，他不只有人声加Auto-Tune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做这个什么波多黎各四弦琴嘛。对，我觉得他有用一些 pitch shifting 的这种 plugin， 让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假的质地。如果你一说混音层面的话，因为我听过另外一个版本是纯现场版，然后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整体真的都差不多，就是你听感上不会差很多，只是它这首歌呈现在混音方面会让你比较现代。对，因为它在混音上面是感觉音色能够更贴合现代制作，当然也不是说传统的放在这些东西就很割裂，只是它会让这些传统的歌曲听起来有你无法言述的新颖感。因为它开头那个吟唱真的像传统乐曲一样，然后后面才进来。当然，也许是我的耳朵谬误，就是因为它后面有一段是类似像四弦琴的独奏这样子，然后我可以感觉到是主歌还有鼓点那个时候的声音质地是不太一样的。就Tiny Desk。Y como un rayo caí, ni una llamada, ni un solo mensaje. Los brothers me lo montan, dicen que estoy en un viaje. Son las 12 y 感觉他已经丢完去拍了。me olvidó empezar a agarrar. 这是他们的。然后他后面有一段 solo。
的鼓太多了，好，你也难以分辨。对。OK， 那这首歌它厉害的点，我觉得不在任何歌词上面或什么的，就是传统音乐的重新诠释这样。而且从你刚刚有播那是 Tiny Desk 的那个版本来讲，我觉得我的推测应该是没错的，有把那个事前情做了一些处理，它是应该是有这样做的。对，那我们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就蛮沉重的，主题叫做发生在夏威夷的事情 What Happened in Hawaii。他在讲的是，因为夏威夷不是被并入新的一州嘛，然后他们岛上的传统文化很多都消失了，然后很多的美国大陆人移进去他们的小岛上，然后就是把岛上的资源占尽了，然后让他们的家园也都不见了。他说像是夏威夷本土语言也被英文给取代，就是从当初最早的殖民时期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经历同样的事情。然后因为他是波多黎各人，所以他就写了一首歌说他不希望波多黎各也跟夏威夷是同样的命运。然后这首歌瑞奇马丁在 Super Bowl 有翻唱，就他请瑞奇马丁来唱他的这首歌。对，我直接听完。Esto fue un sueño que yo tuve. Ella se ve bonita, parecieran de champán. Son alcohol para las heridas, para la tristeza bailar. Son alcohol para las heridas, porque hay mucho que sanar. En el verde monteado, hubo más que se marchó. No quería irse por la onda, pero el corrupto lo echó. Y no se sabe hasta cuándo. Quieren quitarme el río y también la playa. Quieren el barrio mío y que abuelita se vaya. No, no suelten la bandera ni olviden la life. Que no quiero que hagan contigo lo que le pasó a Hawaii. Nadie quiso irse y quien se fue sueña con volver. Si algún día me toca, pues en la isla se quedó y no se sabe hasta cuándo. Quieren quitarme el río y también la playa. Quieren el barrio mío, lo que le pasó a Hawaii. No, no, suelten la bandera. Que no quiero que hagan contigo.你不觉得很有看音乐剧的感觉吗？有，就是很像音乐剧中间什么，假设是讲资本主题的，他们土地要被收购了，然后有一个人在前面唱歌，然后再唱说希望留下来守护这片家园的这种。他最后那个加一堆乐器，竟然整个把它拉到很高的程度，然后我觉得要对音乐理解非常深，才可以把传统乐曲做到这种结合程度。这主要是真的。因为它后面就是有一个现代化的合成器跟传统乐器，我不知道是不是又是那把四弦琴，然后他们相互的结合，我觉得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它可能前面都在讲他的情感纠葛，或者是一下个人自己的事情，但他后来已经开始演变成一种国族认同，然后主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然后可能是在批判类似像殖民主义啊这样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到后面处理很酷，那个点是来自于是说他把这些电子的东西，像是 automation 这样慢慢的拉起来，它是有一个坡度在，所以后面会越听越悲壮的感觉，那个氛围感跟空间感会越来越强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这整张专辑的后端，他的叙事性其实是有在增强，是蛮不错的一个处理。但他的贝斯从一开始就是就是比较现代的。是没错。不觉得历史总是相近的吗？不觉得这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吗？说啊，我说啦，展开来说啊，你都说了，我都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带到那个主题，我就说你都说了，但我觉得有点太沉重了，而且
我觉得我们还不够格讨论这段历史，对，但我觉得历史总是很像的，小岛上的原住民被某块大陆的人牵引过来，然后夺走他们的土地，而且并且跟他们说这叫做文化，对，我在教你们文化，我在让你们的文化更有所谓的先进性，对，说教难。但其实蛮可怜的一件事情是，你如果仔细去细想，他们的血统是原本岛上的原住民血统，但他们在讲的都是西班牙文。这件事情其实但他们是融合的很好的啦，因为他们血统毕竟那些黑人被当成奴隶被运到这边来，然后他们黑人带来的那些鼓跟他们当地的乐器，跟欧洲人带来的弦乐器。也是这样子融合下来，然后协同整个大熔炉，然后讲西班牙文，他们出现一个新的文化，只是原住民文化应该是没了，感觉听起来，但他想要再保护最后的家园这一块，但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融合必然带来的副作用，就它会有一个新产物，没错。你说强势文化就会一直入侵，一直入侵，对，强势文化本来就有个优越性存在这样子。然后它的融合不见得是件坏事。我说不见得是件坏事，是因为的确啊，因为就是它融合了，才可以让我们这些大洋彼端这些亚洲小孩去听到他们的歌。对，但是 unfortunately 很可惜的，他们也很难去维护他们文化本身的完整性跟独立性。其实也是这个主题，我们可能太年轻了。对，真的还太年轻。我觉得没资格了，目前没资格谈。而且我们也不是所谓的原住民，或者是这样子的。对。OK， 下一首歌叫 Ayo。就是 Ayo，然后它是向 Reggaeton 起源致敬，让人会想到2000年代的那种音色。它的第一段副歌采样传奇组合，不是英文，Hector 经典曲目 Hello Baby 标志性的节奏，它 shout out 那种 old school 的 Reggaeton 这样子。它的采样也是那一首歌，我觉得我们直接听了。这首歌有得奖，好像是什么最佳现场表演之类的。Ella viene por ahí y nunca llega sola. Ella nunca llega sola. Todos los bandidos sueltan la pistola. Esta noche lo que hay. Yo se la mamo y se pone contenta. Esta Willy ya cumplió los 30. Después de las 12 no lo cuenta. No la llamen en el jangueo si no quiere que mienta. Dale mami, pégate, tírate. Si me miras mucho sabes que voy a besarte. Dale mami, pégate, tírate. Si te ves si me la agarro entonces voy a llevarte. Mira puñeta, no me quiten el Mami, yo sé que tú te vuelves loca cuando el perreo te azota. Pero obliga tú te acuerdas de mí si me ves por ahí. Mami, yo sé que tú te vuelves loca cuando el perreo te azota. Pero obliga tú te acuerdas de mí de cuando te di. Perreo, baby, tra, baby, en la disco, baby, vamos a darle, baby, hasta abajo, baby, no te quites, baby, bella que yo, baby, tú y yo solo, baby, perreo, baby, tra, baby, en la disco, baby, te lo meto, baby, aquí mismo, baby, delante de tu baby, te compro la BM y también el AP, ey, te lo video bailando, mami, estoy testi, ey, tráete tu vesti, te la doble, bajamos el panty. Estás escuchando música de Puerto Rico, cabrón. Nosotros nos criamos escuchando y cantando esto. En los caseríos, en los barrios. Desde los 90 hasta el 2000 por siempre. Y ando con el mueble de los tiempos, Tiny. Y yo no tengo que roncar, ustedes saben ya. Yeah. 他笑到自己。干，
太帅了，这首歌超帅，超级帅，太帅了，中间直接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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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那个的那一段就是把你 bring back to。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而且对那个很标志性的滴滴滴滴的那个，有点像是以前手机会出现的那种音色，然后再给你一个超假的合成器所算出来的那种弦乐，这样子，就真的20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洋基老爹他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但我想到另外一个人是 Pitbull 啊，对，也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 Pitbull，对，或 Florida 他以前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 Florida 没有。以前的像是 Right Round 那个时期的，我觉得个人有这种感觉。对，这首歌真的太帅，我觉得真的，看他采样也采样超好，然后后面那个 bass switch 用自己的人声当 bass switch， 我那时候听到我直接说不出话，我只是觉得头点到爆掉那种。要不要做这种？做，但是要做。OK， 不觉得他就很适合，就是去拍《舞曲大帝国》的封面吗？我对你讲的话过敏。没有。OK， 下一首歌就是同名主打歌了，然后就是在讲，因为他现在31岁了，长大了之后，很多人都会搬离家乡嘛，就像他刚才讲强势文化嘛，但他就希望身边人可以不要变，时光可以不要变，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歌理解为讲感情，也可以讲亲情。他在讲的东西应该多拍一点照片，他有讲，可能他以前会觉得专注于当下，活在当下，所以不用多拍什么，或者甚至是我们平常手机录下来看了，可能我们自己当下也不会有感觉。可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可能会忘记越来越多事情，因为你有记录，所以你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自己曾经有过什么事情。就这样，你们那天在看你们以前很强的。对，很强的吃坏影片，应该多拍一点照片，会哭啊！这首歌有一个短片，就是他有拍他这张专辑的短片，但我们就直接听音乐，因为那个短片16分钟。Otros 11 bonitos que veo en San Juan, disfrutando de todas esas cosas que extrañan los que se van. Y tirarte la foto que no te tiré. Echa brote, bien linda, déjame tirarte una foto. Ey, tengo el pecho pelado, me dio una mata, el corazón dándome patas. Dime, hoy la calle la dejamos esbarata. Y sería cabrón que yo me toque el guiro. Yo veo tu nombre y me salen suspiros. No sé si son petardos o si son tiros. Mi blanquita perico, mi kilo. Yo estoy en PR tranquilo, pero debí tirar más fotos de cuando te tuve. Debí darte más besos y abrazos las veces que pude. Ojalá que los míos nunca se muden. Y si verme borracho, pues que me ayude. Ey, hoy voy a estar con mi abuelo todo el día, jugando dominó. Si me pregunto si aún pienso en ti, yo le digo que no. Que mi estadía cerquita de ti ya se terminó. Ya se terminó. Ey, que prendan las máquinas, voy pa' Santurce. Aquí todavía se da caña, chequeate la baby. Diablo, mami, qué dulce. Estoy bien loco, estoy bien loco. Habrá un día tal que nunca se sabe si nos queda poco. Debí tirar más. Gente, los quiero con cojones, los amo. Gracias por estar aquí, de verdad. Para mí es bien importante que estén aquí. Cada uno de ustedes significa mucho para mí. Así que vamos para la foto, vengan para acá, métase todo el mundo, todo el corillo, vamos. Zumba. Ya Bernie tiene el nene y ya en la nena. Ya no estamos para la movie y las cadenas. Estamos para las cosas que valgan la pena. Ey, para el perreo, la salsa, la bomba y la plana. Chequéate la mía, cómo es que suena. Debí tirar más fotos de cuando te tuve. Debí darte más besos y abrazos las veces que pude. Ojalá que los míos nunca se muden. Y que tú me envíes más nubes.我觉得我的年纪已经够大到可以对这首歌有很深的共鸣。而且我觉得他的在他处理方式其实蛮惆怅的，其实
就虽然它里面有穿插一些诙谐或幽默的部分这样子，但你可以感觉到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戏谑，那是一种长大的感觉。对，就是你只能你又能怎么样？你只能开玩笑，你只能讲些这样的话，然后试图带过去那些情节，然后那个情节叫做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去的那个情节，然后就搭配他那空灵的合成器跟他的 beat 唱的那个我感到很空虚的情绪，这样对，就它其实是一首蛮悲伤的。你觉得这种情绪配一个大合唱，然后不是那种什么唱诗班大合唱，是一群人好像在卡拉 OK 在 KTV 的那种，是在一个海边，有人在打鼓，有人拿木吉他之类的，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唱歌。而且我觉得最后那一段，我个人的想象，我会觉得挺难过的那个点，有点像是他幻想他的兄弟们在他的身边，他幻想他们就像以前那样开那样的玩笑，然后讲那样的话，然后一起唱这首歌这样子。但那也是他的幻想，他兄弟不在他身边这样。他给我一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是大家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啊，或者是大家长大后都已经改变了本质，然后也都不在同个生活圈里头，但是该结婚的结婚了，该搬走的也搬走了。就你们不再像以前一样3天2头，就是每次都卡在一起，但你们还是可能会偶尔聚一次，但是大家就这样欢唱着。但你也知道，明天后天可能下个月我们下次见面，可能是半年后、几年之后这样，所以我们就享受在彻夜的狂欢吧，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刚好这个会是我们上传的第一支影片。靠北我们直接录那些都不会上传，因为那个时间已经过太久了，那个已经时效性也过了。好，所以这个只能就是赶快上传。OK。刚好，这是第一支影片，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没有，我只觉得你靠背一点是，你根本没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我觉得靠背，就是那水玩这边盯着坐外面，然后说这个要上传，然后现在你跟我说不会上传，没有，我也是盯，我一直觉得干，我想用，结果就干拖几个月了。对啊，那个甚至是我分手前拍的，我只开玩笑抱怨一下，但真的靠。好，下一首来，最后一首了，我很喜欢这首歌了，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最后一首歌叫做《搬家》，是他父母的故事，也讲了他对波多黎各的热爱，表达他的民族自豪感。Benito, hijo de Benito, le decían Tito, el mayor de 6, trabajando desde chamaquito, guiando camiones como el pai y el abuelo. Aunque su sueño siempre fue ser ingeniero, un día Tonito lo invitó para hacer una mudanza, para buscar salguito, par de pesos, para algo alcanza. Gracias a Dios que ese día no estaba bici, porque en la mudanza fue donde conoció a Lizzy, la menor de 3 que se criaron con doña Juanita, porque su papá y mamá partieron estando chiquita. Prometió graduarse antes de casarse y lo cumplió diciembre del 9-2. Con Tito se casó antes de irse para el Mirante, donde se conocieron, vivieron en Morovi, en donde hicieron el nene, que en Bayamón por primera vez vieron. Un aplauso para mami y papi, porque en verdad rompieron. El mejor de la droga porque me crié en la vieja. Gracias a mami y papi por todos los jalos noreas. Nunca me he visto en PR, archipiélago perfecto. En el mundo entero ya conocen mi dialecto, mi jerga. A mí me importa un bicho lo que a ti te vale verga. Aquí mataron gente por sacar la bandera. Por eso es que ahora yo la llevo donde quiera, cabrón, ¿qué fue? Mañana Mario, espero que nunca olviden mi rostro y pongan un tema mío el día que traigan a Otto. En la caja la bandera azul clarito y que recuerden que siempre fui Benito. Métele más que yo, tú eres loco. Cabrón, tú eres loco. Lo que le meto con cojones y con ovario. Millonario sin dejar de ser del barrio. Pa' que sepa. De aquí nadie me saca, de aquí yo no me muero. De aquí nadie me saca, de aquí yo no me muero. Dile que está en mi casa, donde nació mi abuelo. Yo soy del país Coquillere.
这张最后一首蛮合理的，就是把他家乡的东西一切收进去的感觉，蛮屌的。最后一首歌给爸妈，给他的国家，这首歌要我形容就是一个最华丽的转身，嘉年华。对，就是蛮嘉年华的，然后派对气氛，然后整个编曲就非常走传统的乐器的编制这样子。对，这是一个还蛮漂亮的收尾。他收的漂亮的点是来自于说他回归到他自我本人的国族认同身上这样子，个人是这样。这首歌就是超级 local， 超级在地，可是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他走向国际的一个大门票的感觉。就是他把自己在地文化极致的展现出来，反而是一件很国际的事情，然后就拿到格莱美。对，对，所以这一首在这一张当最后一首非常合理，蛮屌的。就是前面都唱了很多大众能接受的一些新旧传统结合，这一首就是直接告诉他们 motherfucker， 我就是来自波多黎各，这样子蛮屌的，是一个很难不让人敬佩的一首歌啦。而且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一个感觉，他前面不是念口白嘛，念超快，我觉得干西班牙文的人好适合唱饶舌，确实天生嘴巴速度就很快，对，看他们都不会嘴巴弹舌卡在一起，这样超狠，我不会弹舌哦，你不会弹舌，所以我很多西班牙文发音讲不出来，你现在昂掉了。我没有昂掉，靠背哦，你们不要在那边误导别人好不好？墨镜拿下来啊！不给你看，这张专辑觉得如何？他拿奖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就新旧结合这件事情结合的太有巧思了，我觉得，就是我很难想象这么传统的东西跟这么新颖的东西，它能够紧紧的贴在一起这样子，尤其是。如果要我从一个就是实际执行角度来讲，我自己就觉得，对我可能对我的工业来讲这是一个噩梦这样子。就你要怎么把这么多就是这么传统的东西跟这么新颖的东西，然后让他们的频段或者是让他们的动态是能够贴合在同个鼓组或贴合在同个 bus， 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而且可能一个编曲者角度来讲，我会觉得说，哇，要怎么去想到这些桥段？所以我觉得他拿奖是实至名归，就是一个非常顶级的制作。从制作角度上来看，对。那当然，可能从 vocalist 或者是从一个歌手的角度，可能是你们来评价比较准。我觉得以他的流行度，就是他在 Spotify 榜单是有前10的，我记得对吧？他的串流成绩比 Weeknd 还有 Taylor Swift 都还要高。就我觉得以这种程度的歌手来讲，但是他超越其他人的点是，他每一首歌都只有他唱才合理。就是他是一个 pop star 没错，他是一个流行歌手。他很扯他好像第2名还第1名 Spotify。我是没有在关注，就是别人的奖，但是没有，我的意思是他是全世界听的人最多的。我知道，所以对，跟他唱的是这种东西。对，这个就是重点，就是他用很自己的方式，只有自己唱才合理的方式，但做到了流行的榜单。我觉得这一切，不管是这张专辑还是哪一张专辑，他这个人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对啊，他很屌啊，越在地越国际。忘记是谁讲的，蛮屌的，这句话蛮屌的。对反正有人讲过，反正就是对那个 Chief Keef 讲的啦。对，King Von 讲的啦。对 ，King Von 好像没讲就挂了。Rest in peace King Von。对，应该是 Carly 讲的。不好笑，太多了。Fuck my peer。好，结尾几分？我的尊敬度是10分，尊敬度是10分，但是要讲全部的方面的话，我觉得9.2吧，剩下0.8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听得懂全部，这是我的问题。你觉得呢？给88。怎么说？首先是我个人在审美上的确我不是在听这种类型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到他真的可能90分或95分以上这种高度。但是为什么会说是88点，也是我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很喜欢有些专辑的点，甚至会给他们非常高分的点，是因为他们在制作上面虽然有一个主轴在，但是它有非常不同质性的变化这样子。但是这张专辑它的质性变化波度没有到这么的大，所以我比较把它们排入到9以上的这个行列的点，也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质性虽然是处理的不错，就是说每一首歌有变，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但它那个波度没有大到我会惊艳到说哇哦，就是一个旷世巨作的那个程度这样子。但是我觉得88已经算是还蛮高分的了。那你觉得这张专辑跟以前的背包你比，你会 prefer 哪个？其实单就我不是一个很有民族性长大的小孩来讲，我当然会更
听感上我会更倾向他以前的样子，有一些 trap 的东西，有一些各种结合，然后一些电子。但是以我很欣赏别人做在地的文化这件事情来讲，我会更倾向这张专辑。我的 9.2 基本上就是这样，剩下 0.8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这种文化长大的小孩。我们没有这种西语语境，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这种雷鬼的文化来讲的话，这绝对不会是我习惯的听感，不是我习惯的音乐，不是我的舒适圈。可是我是开放性角度，我还是觉得干这张真的太屌了，因为他妈的他最后一句话写 Yo soy de P fucking R， 干超屌的好不好？就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喊 Yo soy de Taiwan fucking Taiwan 这样子，懂吗？就是干那样，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喊说，我们 fucking 来自台湾。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我觉得一定很屌。但是他先做到了，所以这上一定是个 9.2 以上的高度。而且我觉得他讲到这一点，其实让我想起Bad Bunny他这个艺人，他已经不是那种 underground 的类等级的，他本来就是主流艺人之一。因为通常我觉得主流艺人他们在考虑去制作他们的专辑的时候，其实会关注到很多大众市场的面向这样子。所以你敢把这种在地化的东西放进你的 album 里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尝试。尤其是它不只是可能单一曲目。或者是一些很小的元素，而是整张专辑都围绕着波多的一个民族乐这个东西来跑，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尝试，所以他成功了。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是，他把一些主题用感情的方式去唱出来，但其实在唱国家，对，然后接受度就会变高很多。然后他的操作手法用现代乐器融合传统乐曲，也可以提高大众的接受度。只是他最后一首就不演，最后一首他妈的我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考验 vocalist， 考验 Bad Bunny 他本人在歌词撰写上面去融合所谓一般大众对于这个市场所需要的这个情感共鸣。就是一般大众可能会需要听到的歌就是情歌，所谓的爱情或感情这种事情是每个人都会有所经历的。不管你今天是所谓的什么白领阶级，或者是 whatever say 之类的，爱情都会是人要面对的课题。我觉得它是音乐市场上面最大的一个需求，情歌上面。对，所以他很聪明的就是去把情歌跟这个国族的认同的这个情怀去结合在一起。至于制作人的任务就是，他要怎么把一些，比方说 house 或者是一些那种现代新颖的曲风结合波多黎各的乐器，然后让它在听感上听起来新颖，听起来又传统。所以他们两个在各自的任务上面各司其职，都完成得非常好。你们这张专辑最喜欢的歌还是那一首吗？我觉得我还是那一首，我觉得它起承转合真的还是很屌。就以各方面来看的话，还有听感。前三呢？前三哦，很难选。不是，我们不会念他的歌名。这里有那个第几首啊？谁记得啊 ？What the fuck？ My first choice 应该是 L Club。对我也是。L 呢 ？L。游客我也蛮喜欢的，然后中文翻译。哪一首？第几首？对，走着瞧这首我也蛮喜欢的。你这首，对，你这很哦。那个声音很逼机的那个。对，蛮屌的。我都很喜欢。我都很喜欢。你他妈在挖坑给我们，然后你最后再回答这个鬼东西。对啊，干他妈的，我们他妈不会念啊！我不录了啦，对，我要讲一件事情。如果喜欢这个乐曲的，你可以去听 Rosalia。如果接受不了这种曲风的，你可以去听 Bad Bunny 以前的作品，甚至上一张他就是纯 trap 作品。我就没办法评分他了，我何德何能啊？确实啊，对啊，我何德何能？我不像你们那个比较，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评分他哦，没办法评分。他妈我几分？拜拜。Fuck you！ 好，我坐这个位置了。原本主持人真的是很不称职的。那我们今天来探讨的是两性的话题。好，我们来聊两性的话题。OK， 好。所谓呢，两性就是有男有女。所谓两性根本就不是有男有女，所谓的两性是有两种不同的性别，好不好？哦，是的，宝洁。那你就来讲一下，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染色体，老。好险，这个不会剪进去啊。那我想问的是，到底哪个性别会长？你问。那个性别会长，就不要他妈到时候就他妈你又不上传这个，然后就是上传我这个性别会长。